具体来说，我们的行动是其他2项行动的前置条件，是其他2项行动的进展，以及圣痕计划本身的复杂性。我们有可能好整以暇的迎接胜利，也可能面临永无止境的车轮大战。所以我们才有了作战组、值班组、预备队这样的不同安排吧？你是不满于充当值班组吗？哼，你这个一把年纪的家伙要加入作战组，才更加令人同情吧？切，就知道你没有什么好话。尤兰戴尔，我们不跟这个老男人一般见识。那只是属于齐格飞先生的一种幽默方式吧。抱歉，打断一下，德丽莎主教、尤兰戴尔大人。瓦尔特先生发起了特别通信，看来夺回地球的行动马上就要开始了。这也意味着，雷电牙医他们已经在圣弗雷亚做好准备，只待圣痕计划所编制的目录被我们搅动了。当然，即使圣痕计划不为我们所动，他们也会凭自己的力量制造出探索始源的契机。不过也不好让瓦尔特先生久等。苏珊娜，把通信接过来吧。了解。德丽莎女士，情况如何？圣弗雷亚方面已经准备好了，海源城也准备好了。好。那么，身为逆商和天命的临时盟主，我宣布，超越圣痕计划，结束崩坏威胁的3步战略正式启动。我们会争取同时完成夺回地球和探索始源的任务，并以此决定超越中炎的具体方式。各位，开始行动！这是千界一城正在远程运转吗？看来长光已经帮我们制造出了最初的空间裂隙，消灭这些虚数造物，然后把这个裂隙引导向我们自己的力量吧。天元之路在此开拓。这些敌人源源不断的在涌出来呢。毕竟我们现在所做的事，相当于在给圣痕计划放血啊。太吵了！准备好了吗，克里斯？吃上吧，克里斯娜！破！太吵了！敌人的数量在变少，看来我们需要的时机已经近在咫尺了。天元之路在此开拓。虚数神骸，果然如此。所以，它就是我们需要的时机。击败他，我们就能够获得构筑阵地的绝佳机会。
虽说不久之前，我才第一次尝试用黑渊白花引导沙尼亚特的圣痕力量去对付圣痕空间给我们制造的障碍。不过，或许是因为如今的圣痕计划也出自一位沙尼亚特之手，从实际效果来说，这种方法能够达成的效果，甚至比直接使用千界一城还要好。那么，千界一城是从外部引导我们的力量，尽力扩大我们的影响范围。对，虽说夺回地球的过程注定非常漫长，但正所谓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我相信，那不会比从月球徒步返回地球更加困难。不愧是你。那么，事不宜迟，我们这就正式开始吧。以天元之力，我会承担起类似圣剑的职责，操纵世界，并将它锚定于你，锚定于卡斯兰纳圣痕空间的继承者。黑渊白花，请作为钥匙，指引圣痕真正的力量吧。我是前往地狱的黑，我是来自天堂的白，诞生自创世之前，存在于湮灭之后。我要将乾坤倒转，令秩序重归人间。创生之剑黑渊白花，第二额定功率，圣枪逆流，超限解放。哇！世界正在被征服。凡是杀不死你的，都会让你变得更强大。哼，确实没错。反过来说，无论何种复杂而精密的技巧，只要能够被编制程序，也就足以成为无需思考的本能。情况怎么样，布罗尼亚姐姐？和之前的几次监测一样，虽然圣痕计划的祖坟被尤兰戴尔不断替换剥离，但那张已然形成的主网还没有任何变化。也就是说，我们暂时还无法获得骇入当中使用始源信标的时机。班长他们呢？自从你开始监测圣痕计划的主网，那些正在重整空间的怪物就不断出现在圣弗雷亚。为了保证我们能够随时待命，班长在带着奇安娜和李素商对付他们。原来如此。那些怪物，他们出现过什么异常吗？异常？比如陡增，又或是骤减。好像没有这种情况呢。明白了。虽然我们等待的反击点还没有出现，可一旦有变，我们就需要把每一个人的力量都投入其中。那我们是不是先休息一下？事实之旅者，你和布罗尼亚姐姐的配合还顺利吧？当然，我可……别！什么叫配合？是我在指挥他，还有你们。就监测这一行为而言，这种模式所取得的效果比预想中还要好。当然，由此带来的疲劳也是货真价实。
瞧你这小身板儿，还是多学学 Kiana， 一天吃4顿，再加餐2个汉堡吧。不管怎么说，有 Bronya 作为处理器，石之律者作为驱动器，这的确能大幅度拓展我们对圣痕计划的监测能力。应该说，多亏了爱因斯坦博士，在千界一城已经满负荷运转，而 Kiana 还需要保存实力的时候，能借由圣痕计划意识空间的属性，规划出这种独特的探测方法。博士真的相当厉害，只可惜，我们目前还没有取得任何成果。在这种时候，也只有等待，并且相信幽兰戴尔和德丽莎他们了。需要再联系一下逆商方面吗？虽然2位博士现在应该都在准备与中烟有关的项目。不，那恐怕对改变现状而言也没有什么帮助。与其耽误他们的准备时间，倒不如我们和班长他们适当交换一下工作内容。说不定从结果而言，是之前决定静观其变的 Bronya 和石之律者在贻误战机。啊？不，我不是在指责你。作为我们之中实力最强的人，石之律者还是继续坐镇中央，保留实力，等待真正的时机出现就好。哼，行吧，你们要是自己想折腾，那随意。希尔、牙医，我们走吧，至少活动活动身体，换换脑子。重构武装，启用手动驾驶，以真理之名，超越往昔。大保险，立即解除构建火力。这应该是德丽莎和齐格飞也遇到过的那种虚数史骸吧？但实际接触下来，他们的存在方式竟然在某些方面与其他品类完全相反了。解除，确认激活状态。我们是不是来晚了？没关系，我们也正好活动一下身体。Bronya， 观测已经结束了吗？不过，圣痕计划似乎在以不变应万变，导致我们无法观测到自己需要的破绽。但巧合的是，就在刚才的战斗中 ，Bronya 倒是发现了一些值得在意的事。Bronya 忽然想到，作为圣痕计划的主网，星球目录这个名字，或许意味着它不是一种工作场所，而是工作结果。你这话可真叫人半懂不懂的。抱歉，Bronya 还是换一种比喻吧。比方说，就像是我们之前涉足的那一小片量子之海，这些怪物身上同样存在不自然的痕迹，它们不是单纯的虚数造物，它们是为了某种明确的工作而被制造出来的工具。而梅博士之前也说过，圣痕计划的本质是编纂世界。从他们最近持续不断的进攻圣弗雷亚来看，这项工作的具体性质也已经很明显了。辅助圣痕计划，完成空间重整。所以，与其说他们是虚数造物，倒不如说他们是圣痕计划的排版工。而所谓的星球目录，就正是这些排版工引以为傲的杰作。因此，如果我们打算换一个作战思路，那么我们就应该跳过目录，或者说主网，直接对编织他们的存在下手。话虽如此，可具体又要怎么做呢？那当然要利用好敌人为我们送上门的资源了。比如说，这些不断被我们击败的脆弱怪物，显然无法只凭数量就完成编纂的职能，充其量只是一些针线而已。那么，真正的编纂者，很可能就与我们曾经见过的虚数神骸类似，是能够影响到规则的虚数造物。难道就是普罗米修斯那时候提到过的虚数神骸存在主义？可能性很高。所以，我们能够反过来利用这一点吗？既然对方拥有重整世界的能力，或许
我们也可以像幽兰戴尔和德丽莎一样，对这些敌人加以利用。理论上可行，但世界蛇支配他们的形式，或许无法绕开中烟而单独成立。另外，以彼此之间的分工来说，寻找始源信标的使用方式才是我们的第一要务。而特斯拉博士认为，既然这个信标在现实当中处于无服务状态，那么我们只能想办法去接近传说中的中烟之茧。这也是我们为何要寻找圣痕计划的破绽，并骇入其中的原因。毕竟，从我们能接触到的事物来看，圣痕计划是唯一与中烟之茧有关的存在。所以回到刚才的话题，对于以不变应万变的圣痕计划而言，我们或许可以利用这种死板的机制，逆向找到这些怪物的上一级存在，让他们的体系成为圣痕计划的一种破绽。那么，我们究竟应该准备些什么呢？和之前的观测大同小异，只是需要更有针对性一些。没关系，不是什么太困难的事。来得正好，动态狙击。布罗尼亚可以再收集一些你们的资料，调用后备能源。激发保险，立即解除。战术变更，特殊维度展开。这么快就回来了？怎么，离了我就又一筹莫展了？是的，布罗尼亚的确意识到了这一点。别，你们一拍马屁准没好事儿。既然大家都已经到齐了，那么我们重新同步一下作战计划吧。比起被动观测圣痕计划主网的破绽，布罗尼亚打算主动出击，将我们的观测能力转化为战斗能力，尽可能的将它暂时撕裂。撕裂？只要全力以赴，我们可以在那片意识的海洋中暂时开拓出属于自己的一片空间，让信标能够在安全的情况下去探查真正的后门。只是这样一来，我们的观测也必然会被发现。所以布罗尼亚一直在强调暂时。虽说我们的手段是引起圣痕计划的反击，从而寻得破绽，但如果对方尽全力针对我们，与尤兰戴尔他们的情况不同，绿者的身份可能反而会令我们非常被动。布罗尼亚会尽可能延后那一刻的到来。在此之前，雅伊，无论你能否找到后门，又能够通过后门发现些什么，你一定要及时撤离，返回相对稳定的圣弗雷亚。你是指，倘若圣痕计划完全反应过来，我就有可能被他再度吞噬吗？对。此外，和之前一样，要想达到解析圣痕计划的极限，布罗尼亚仍要在心力层面借助十之律者的帮助。而雅伊，你要和布罗尼亚一起侵入圣痕计划的深处，并随时做好准备。一旦信标如我们期待的那样有所变化，就速战速决，找到真正的后门，发掘出其中蕴藏的力量。好。至于奇安娜，你要负责用空之律者的全能，暂时封闭我们即将撕裂的意识空间，只留下一条最保守的撤退路线。这样做，应该可以进一步拖延时间，减少我们暴露的风险，迟滞圣痕计划的反扑。放心吧。可是，你们真的不需要再准备什么吗？就这么突然？不用了。理智律者对自己刚刚接触过的事物拥有一种独特的记忆力，比起其他准备工作，利用好这一点对我们来说才最为重要。通过复刻那些虚数造物的逻辑，布罗尼亚会为大家重新定义世界。
原来如此，这就是圣痕计划所创造的世界。圣痕计划不过如此。星球目录，该说果然是这种氛围吗？不让你啊，现在算是一切正常吗？当然，只不过我们可能有点用力过猛，直接接近了对方的中枢所在。要做好战斗准备了，对吗？没错。不过，即使我们前进到了这里，亚伊的信标似乎还是没有什么反应。所以，与其说用力过猛，倒不如说我们还必须更进一步。那牙医果然还是少不了自己的最佳搭档吧Kiana， 算是一点小惊喜吧。最保守的撤退路线，当然是我跟在你们后面一起行动了。这样不仅可以进一步收窄空间通道，万一出现什么意外，只要我提前发挥出身为空之律者的权利，一切也就都会迎刃而解。不过为了全局考量，Kiana还是要避免在这个阶段就用上自己全部的力量。那当然还是得看 Bronya 的表演呀。好了，我们也不要在插科打诨上浪费太多时间。就像刚才我们提到的那样，一场恶战已经一触即发了。大家各自做好准备。既然是编纂世界的目录，那种连普罗米修斯都认为难以处理的存在，或许就在这附近。搭载武装，这算是前哨战吗？看来对方好像还有点害羞呢。激发保险，立即解除，确认激活状态。来了。考虑到我们或许还要对他做一些手脚，大家先尽可能剥夺他的反抗能力，但不要将他彻底消灭。构建火力连携。你见过星星粉碎的样子吗？检索反应，全数清除。能量解线，全领域覆盖，确认。你见过星星粉碎的样子吗？构建火力连携。检索反应，全数清除。激发保险，立即解除。能量解线，全领域覆盖。以真理之名，超越往昔。检索反应，全数清除。激发保险，立即解除。确认激活状态。检索反应，我们是不是下手太狠了？不，以解析结果而言，战斗才刚刚开始。构建火力连携，区域警戒，动态狙击。
确认激活状态。你见过星星粉碎的样子吗？决战的时刻到了！Bronya， 情况如何？还需要一些时间。它比之前那些家伙的结构要复杂很多。急救位，激发保险，立即解除。糟糕！波尼亚，看你的了，没问题。重构武装，启用手动驾驶。收到指令，能量解线，全领域覆盖，调用后备能源。确认坐标，检索反应，全数清除。能量解线，全领域覆盖。以真理之名，超越往昔。收到指令，激发保险，立即解除。构建火力连携，能量解线，全领域覆盖。确认坐标，检索反应，全数清除。收到指令，调用后备能源，激发保险，立即Completely prepared. Recharge. 1, 2. fire。解析完成。前去安娜、亚伊，准备着陆。有布罗尼亚给他最后一击。早就等你这么说了。激发保险，立即 Recharge. 1, 2. fire。Completely prepared. 这样算是已经搞定了吗？嗯，和之前那些造物一样，我们可以暂时反过来利用它的特质了。不过，事情比我们设想的要更加麻烦。怎么了？严格来说，它自带一种类似量子密钥的耦合机制，这导致理智律者只能模仿它的单个瞬间。也就是说，如果要继续深入，亚伊将进入的会是一条单向通道。等等，布罗尼亚，如果是这样的话，牙医该怎么回到这里？他不能回到这里。考虑到所谓的后门完全是一种未知数，我们之后可能需要再执行一遍类似这一次，或者之前营救 Kiana 爸爸那样的行动。在最坏的情况下，我们或许只能等待幽兰戴尔和德丽莎在收复世界的过程中偶然重新发现牙医的踪迹。总之，布罗尼亚也是在解析完成后才认识到了这一点。我们不可能争取到绝对安全的时间，而是只能夺得出入后门的时间。亚伊，你怎么看？我想，这是属于我的责任，又或者说使命。对继承了英杰克因的我来说，此行不只有设法接触全能这一层含义，更何况，我相信 Kiana， 也相信 Bronya， 相信在过往和我们一同经历风雨的所有人，不论何时何地。开始吧 ，Bronya。随时可以，但夏伊，机会只有一次。当我开始之后，你需要找到骇入的唯一时机，否则，我们只能把之前做到的一切从头再来一遍，甚至更糟。了解。希望这一切都能有所帮助。Kiana，
布罗尼亚，接下来拜托你们了。就交给我们吧。那么，看来普罗米修斯所说的难以处理，是这个意思啊。能应付得来吗？是呢，考虑到这边的情况，你可别流连忘返了。尽我所能。一路顺风。开始吧 ，Bronya。虽然多半只是一种瞬间行为，但它应该是 Bronya 能够做到的事。亚一，就是现在！多谢。艾莉西亚，看来和往常一样，威尔威有很多属于自己的考量。对此，我应该早有认知才对。去做我应该做的事吧。我来了。奇怪，这道门有那么远吗？不对，我明明一直在前进，为什么？不对，我一定搞错了什么。对了，威尔威，他是不是……锵锵，就让我也谢谢你吧。嗨，想我了吗？威尔威，很抱歉，我们只能用这种方式向你留言。艾莉西亚，当你收到这段消息的时候，我们……应该说你认识的绝大多数人，应该都已经不复存在了。不过，你应该也不会太过悲伤吧？当我们怀念起你的离去，
也并非总是用哭泣这一种方式嘛。虽然我的确在啰啰嗦嗦地说着这些，但回归了简的存在，甚至未必还拥有人格吧。不过，这不会成为我做这件事的阻碍。我知道，没能看到世界因自己而发生的变化，一定是你最大的遗憾。也因此，我向你，向我们的继承者，借来了这扇后门。存在于乐土中的你，已经以某种方式得偿所愿，所以我不希望这边的你受到冷落。所以，借由这扇后门，我将继承者对世界的一切记忆同步于你。此后，将有群星闪耀，因为我如今来过。此后，将有百花绽放，因为我从未离去。你做到了呢。